大家好，我是大熊。2009年12月19日上午9点，美國喬治亞州道森縣警局接到了一通令人毛骨悚然的報警電話。電話那頭沒有明確的地址，也沒有冷靜的敘述，只有一位女士在瀕死時刻發出的絕望嘶吼：你為什麼要把我帶到河邊？求你了，別殺我，我還有孩子需要照顧。Why'd you bring me down here to the river? Ma'am, where are you? Oh, I can't do it. Ma'am? Ma'am? Why are you shooting us? Please don't kill me. I'm gonna 顯然，報警人正面臨生死攸關的時刻，他根本顧不上回答接警員的問話，只是在向兇手不斷求饒，試圖在絕望中為自己爭取一線生機。然而，哀求的話音剛落，槍聲便驟然響起，剎那間，通話陷入死寂，隨後被迅速切斷，一條鮮活的生命就這樣在接警員的耳畔戛然而止。毫無疑問，這通報警電話記錄了一起殘酷的謀殺，尤其是報警人那句"你為什麼要對我們開槍"，更是直接暗示了受害者很可能不止一人。然而，警方面臨的問題是，報案人並未表明身份，而且使用的是不記名的一次性手機，要想確認他到底是誰，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無奈之下，警方只能採取最原始的辦法，逐一排查曾與該號碼有過聯繫的人員。很快，他們鎖定了一位名叫本傑明的男子。本傑明告訴警方，號碼的主人是他的表妹珍妮弗，兩人在半小時前剛剛通過電話商量了關於買二手車的事情。正是從這個話題開始，受害者珍妮弗不再是一個模糊的名字。隨着本傑明的講述，這位在生活重壓下掙扎的苦命女人逐漸清晰地呈現在警方面前。珍妮弗出生於1987年，成長在一個破碎的單親家庭。她的親生父親是一名職業罪犯，常年東躲西藏，幾乎缺席了她的成長。父女倆的關係就像兩條平行線，除了那點稀薄的血緣，早已再無交集。17歲那年，珍妮弗的人生發生巨大轉變。這一年，她的母親黛博拉再婚，嫁給了一位名叫傑西的男子。同年，還在讀高中的珍妮弗意外懷孕，生下了兒子尼克，成了一位單身母親。為了撫養兒子，她只能被迫中斷學業，過早地承擔起養家的重任。這種既當爹又當媽的日子持續了整整2年，直到19歲那年，她遇到了丈夫保羅，困頓的生活才算終於有了奔頭。保羅比珍妮弗年長13歲，是個典型的老實人。他有些不善言辭，工作能力也算不上出眾，但他卻是第一個不問珍妮弗的過往，不帶任何偏見，願意敞開懷抱接納尼克的人。兩人就這樣順理成章的結婚，婚後又很快生下了2個孩子。按照珍妮弗的設想，只要組建了家庭，生活便能逐漸步入正軌，但現實很快擊碎了這份美好的憧憬。作為家中的頂梁柱，保羅平時主要靠打零工為生，收入極不穩定。而珍妮弗想要幫忙分擔，卻被3個孩子困在家裡，根本無法工作。結婚3年裡，他們家基本月月入不敷出，甚至到了最後，連最基本的解決溫飽都成了問題。極度的貧困帶來的不僅僅是生存壓力，還有接踵而至的麻煩。他們住的是一處年久失修的老房子，冬天漏風，夏天漏雨。更要命的是，因為居住環境過於糟糕，夫妻倆遭到匿名人士舉報，失去了孩子的撫養權。大約在案發3個月前，兒童服務部門強勢介入，帶走了他們的3個孩子。老大尼克被安置在珍妮弗母親黛博拉家，而2個較小的孩子則交給了珍妮弗的表妹暫時照顧。原本完整的一家5口就這樣被硬生生的拆散，這對於作為父母的珍妮弗和保羅來說，無疑是毀滅性的打擊。為了盡快將孩子們接回家，夫妻倆一改往日的消極，開始變得異常努力。他們每天天不亮就會外出打工，其餘時間也都在積極學習兒童服務部門要求的課程。根據本傑明所說，截止到案發前，珍妮弗和保羅已經完成了重新撫養孩子的大部分條件。他們只需要再買一輛能夠容納3個兒童座椅的汽車，就能將孩子們接回家。
也正是因為這件事情，珍妮弗聯繫了本傑明，打聽哪裡可以買到便宜的二手車。可沒想到，短短半小時後，他便遭遇不測，倒在了與孩子們團聚的最後關頭。至於珍妮弗可能在哪，又會和誰在一起，本傑明表示並不知情。了解到相關情況後，警方立即聯繫了珍妮弗的母親和表妹，最終確認孩子們都是安全的。這就意味着珍妮弗在報警時所說的“你為什麼要對我們開槍”，指的不是她和孩子，而是其他人。起初警方認為與珍妮弗一同被害的很可能就是保羅，因為对於這對夫妻而言，買車並不是一件小事，他們需要先賣掉保羅的龐蒂亞克火鳥汽車，才能有錢購買新車，所以大概率兩人會一起出面處理。而且自從案發後，保羅便失去了所有音讯，這也很符合被害的特徵。然而經過進一步調查，警方很快發現事情似乎並不簡单，保羅的突然失蹤很可能另有隱情。首先是来自岳母黛博拉的指控，据他所說，保羅與珍妮弗存在嚴重的夫妻矛盾，經常因為經濟問題發生爭執。尤其在他們失去孩子的撫養權後，保羅一直在責怪珍妮弗，認為她沒有把家務做好，才導致了被人舉報。因為這件事情，兩人的矛盾進一步激化，甚至有幾次保羅還曾當着黛博拉的面對珍妮弗動粗。所以在黛博拉看來，保羅突然失蹤很可能並非遇害，更像是畏罪潛逃。其次，警方通過調查發現，保羅在案發前2個月竟然為珍妮弗投保了一份大額保險。要知道他們的經濟並不富裕，而且那段時間正是他們家開銷最大的時候，不僅要修繕房子，還要購買汽車，所以這筆突兀的保險支出明顯不太正常，瞬間讓本案多了一種殺妻騙保的可能。接下来，警方的調查重點立刻轉向了保羅，首要任務自然是尋找他的下落。通過查詢車牌識別系統，警方很快確認保羅的汽車已經離開當地，目前正在鄰縣皮肯斯縣的某個區域。於是他們立即向該縣警局發出了協查通知。與此同時，技術人員再次發力，開始利用基站定位技術分析珍妮弗的手機信號位置。最終他们確認那通絕望的報警電話來自道森縣境內，位置靠近阿米卡羅拉河附近的某個區域。很快，兩地警方連夜展開了搜尋工作。短短數小時後，保羅的汽車便被皮肯斯縣的一位巡警發現。這輛車停在了一家大型購物中心的停車場，車門沒有上鎖，車內也沒有打鬥的痕跡。但是珍妮弗的錢包和身份證件都在，而且副駕駛的手套箱裡還放着一份保險單，也就是保羅為珍妮弗投保的人壽保險。Inside the car, among many other things, was a life insurance policy on the life of Jennifer, which had only been taken out in October. 表面來看，真相已經清晰明了，似乎是珍妮弗的那通報警電話打亂了保羅的計劃，於是他放棄領取保險金，選擇了畏罪潛逃。然而，隨着調查的深入，案情很快出現轉折，一件令所有人始料未及的事情發生了。12月20日，也就是案發1天後，警方在阿米卡羅拉河河岸發現了帶有血跡的拖拽痕跡，旁邊的草叢裡還找到了幾枚.38口徑的手槍彈殼。顯然，這裡就是珍妮弗遇害的地方。警方沿着拖拽痕跡，很快從河中發現了她的屍體。屍檢結果顯示，珍妮弗死於近距離槍擊，一枚.38口徑的子彈擊穿她的手掌，射入左胸，貫穿了心臟。這是一種典型的防禦性姿勢，舉起手掌格擋屬於本能反應，反映出他在中槍瞬間極度恐慌，正如報警錄音中記錄下的那樣真實而絕望。值得一提的是，現場只發現了珍妮弗的屍體，但關於她在報警時所說的另一名受害者，警方卻始終沒有找到。不過當務之急，最主要的任務仍然是尋找保羅的下落，畢竟從現有情況來看，他無疑是最大的嫌犯。接下來，警方立即聯繫購物中心，調取了停車場的監控，結果讓他們大為震驚。監控畫面顯示，案發那天上午11點，保羅的黑色火鳥汽車與一輛缺失尾門的藍色皮卡車一前一後駛入停車場，停在了2個相鄰的車位。駕駛火鳥車的是一名中等身材的白人男性，汽車剛剛停穩，他便推門下車，徑直坐進隔壁的皮卡車，迅速離開了停車場。
雖然監控並未拍到男子的正臉，但據保羅的家人辨認，監控中的男子無論是身高還是體態都與保羅相差甚遠。更重要的是，在保羅的交際圈裡根本就没有人擁有那輛負責接應的藍色皮卡車。調查進行到這裡，警方已經意識到事情有些不對勁，現在他們必須要重新審視之前懷疑保羅的依據，也就是那份可疑的人壽保險和珍妮弗母親黛博拉的证词。根据知情者透露，保羅之所以堅持为珍妮弗投保人寿保險，其實是想借此向兒童服務部門證明他們已經為家庭的未來做好規劃，有能力為3個孩子提供穩定的生活保障。換句話說，也就是為了重新拿回撫養權做出的努力。至於黛博拉所說的保羅家暴，實際上純屬捏造。真實的情況是，保羅與珍妮弗雖然經濟拮據，但感情從未出現問題。尤其在失去孩子的撫養權後，他們一直在努力讓生活变得更好，從未发生黛博拉口中的所謂家暴。那麼身為岳母的黛博拉為何要污衊女婿保羅？帶着這個疑問，警方很快揭開了一個扭曲的動機。原來黛博拉是在保護她的丈夫傑西，因為傑西不僅是珍妮弗的繼父，更是珍妮弗大兒子尼克的親生父親。 Jennifer told her family member that when she was about 17 that she was raped by Jesse, which resulted in the birth of her oldest child, Nick. Jennifer gave birth to Nick in 2005, and then Deborah married Jesse. Jennifer and Paul got married in 2006. Then they had their own 2 children. It was speculated that Deborah felt she was protecting Jennifer by marrying Jesse to prevent him from pursuing that relationship. 正如警方所說，珍妮弗是在遭到傑西強迫後才生下了兒子尼克，但作為母親的黛博拉不僅沒有為女兒伸張正義，反而轉身投入了施暴者的懷抱，堂而皇之地嫁給了傑西。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黛博拉竟然天真地認為只要她嫁給傑西就能避免珍妮弗繼續遭到騷擾，簡直是荒謬至極。當然也不排除這只是用來掩人耳目的借口，畢竟從現有情況來看，黛博拉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保護傑西，至於女兒珍妮弗的死活並不在她的優先考慮範圍內。接下來警方的調查重點立刻轉向了傑西，因為他作為尼克的親生父親，最有可能為了爭奪撫養權犯罪。而黛博拉雖然同樣可疑，但警方經過查證後並未發現他與本案有關的任何證據。由此可以得出，黛博拉隱瞞事實很可能是受到了傑西的蠱惑，又或者是出於維持婚姻做出的無奈之舉。案件的突破口來自監控中那輛負責接應的皮卡車。根據車輛缺失後尾門的特徵，警方很快查明車主是傑西的大兒子雅各布。調查顯示，他在案發期間並未使用皮卡車，而是將車借給了父親傑西。這一發現終於讓警方掌握了確鑿證據。在隨後的審問中，傑西表現出了看似配合的態度。他不僅承認自己是尼克的父親，還對借車做出了解釋，聲稱那天他和侄子本傑明去了外地幫一位朋友搬家，借用皮卡車只是為了方便搬運東西。然而傑西並不知道警方早已掌握確鑿證據，面對無法辯駁的監控錄像，他的謊言瞬間不攻自破，最終不得不低頭認罪。根據傑西所說，他與珍妮弗和保羅的關係一直非常緊張。作為家中的長輩，他並不希望這種緊張關係持續蔓延，但又拉不下臉面主動與兩人求和。於是案發那天，他找來侄子本傑明充當調解人，向珍妮弗和保羅發出了見面邀請，地點就在發現珍妮弗屍體的河道附近。傑西聲稱，他的本意是想通過本傑明調解雙方存在的分歧，可沒想到保羅並不買賬。當他和本傑明來到調解現場後，早已等候的保羅便拿着手槍氣汹汹地走了過來，嘴裡還不停咆哮着：“你破壞了我的家庭，我要殺了你！”傑西下意識地看了一眼保羅的汽車，發現珍妮弗不在，這讓他瞬間意識到保羅如此憤怒，應該是發現了他與珍妮弗早年那段不光彩的歷史，而珍妮弗不在，很可能已經遭到殺害。於是出於自保，保羅果斷進行了反擊，最終他在扭打中成功奪槍，反殺了準備行兇的保羅。He come running towards me. I see some kind of pistol in his hand. Just as he gets to me, he kind of swings it, and I ducked. We fought around there for a little bit. I took the gun away from him, and
傑西的這套說辭主要圍繞着自衛展開。他之所以堅稱沒有在現場見到珍妮弗，其實是為了推卸責任。畢竟珍妮弗和保羅都已經遇害，一旦他狡辯成功，這起惡劣的雙重謀殺便能避重就輕地糊弄過去。然而狡猾的傑西千算萬算，卻漏算了一個致命的變數，那就是他所謂的調解人侄子本傑明。在鐵證面前，本傑明幾乎沒有抵抗，很快便將案件真相和盤托出。原來所謂的調解從一開始就是精心設計的死亡陷阱。傑西約見珍妮弗和保羅，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徹底除掉他們，從而爭夺尼克的抚養權。根據本傑明的供述，傑西對珍妮弗始終抱有一種病態的占有欲，即使後來珍妮弗嫁給了保羅，傑西也從未想過放手，反而一直在設法擾亂兩人的生活，企圖重新拿回自己的掌控權。實際上，保羅和珍妮弗遭到匿名舉報，背後的始作俑者正是傑西。因為那段時間，珍妮弗向保羅坦白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夫妻倆痛定思痛，下定決心要與傑西斷絕關係。傑西意識到自己即將失去控制，於是先下手為強，指使一位親戚向兒童服務部門舉報了兩人。一方面，他要借此制造矛盾，挑撥珍妮弗和保羅的夫妻關係；另一方面，則是出於抚養權的考慮。畢竟他是尼克的親生父親，只要兒童服務部門認定兩人不具備撫養條件，尼克的撫養權自然會落在他的手裡。而一旦拿到撫養權，就等於抓到了珍妮弗的軟肋。這樣一來，傑西便能借着探視的機會繼續騷擾珍妮弗，最終達成全面控制的目的。然而，讓傑西沒想到的是，事態發展並未按照他的預期演變。在失去撫養權的3個月裡，保羅從未讓珍妮弗單獨探視尼克，根本沒有給傑西留下騷擾的機會。此外，夫妻倆還在積極配合兒童服務部門做出整改，力爭重新拿回孩子的撫養權。眼看這一天即將到來，傑西再也坐不住了，他絕不能接受珍妮弗不受控制，更不能接受失去兒子。於是抱着得不到就毀掉的心態，傑西利用侄子本傑明將珍妮弗和保羅誘騙到河邊，實施了這起殘忍的雙重謀殺。I didn't know he had a gun on. He pulled a gun and I was like, no. I said, do not do it. 值得一提的是，本傑明並非完全置身事外，而是在本案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不仅利用欺骗手段将珍妮弗和保羅誘騙至河邊，更在案發後協助傑西銷毀了證據，轉移了保羅的汽車。這一系列行為讓他徹底失去洗白的可能，最終被警方認定為傑西的幫兇。至於珍妮弗的母親黛博拉，由於缺乏確鑿證據，警方很難判定她之前的誤導行為究竟是出於刻意包庇，還是受到了傑西的蒙蔽，因此並未追究他的法律責任。案發4天後，警方根據本傑明提供的線索，找到了保羅的屍體以及作案槍支。至此，這起雙重謀殺案終於真相大白。傑西出於扭曲的占有欲，親手殺害了珍妮弗和保羅，而本傑明雖然並未直接行兇，但因協助實施犯罪，最終也難逃法律的制裁。2010年5月，案發5個月後，本案開庭審理。主犯傑西因犯有2項1級謀殺罪，被判處終身監禁，且不得假釋。從犯本傑明雖同樣獲刑終身監禁，但考慮到他認罪態度良好，且具有悔罪情節，最終保留了未來申請假釋的權利。好了，本期案件分享到這裡也就結束了，感謝大家的收聽和收看，我是大熊，下期見。